别看这小孩天生是个弱智，但他的人生却比你我的都要精彩。小时候租客看他舞跳得很特别，就学了几招。后来等他出名了才知道，那人叫猫王。上学的时候他总被同学拿石头砸，于是就拼命的跑，结果一不小心跑到了球场，比人家运动员跑得还快，正好被球探看上，保送到了职业队。毕了业上战场打仗，硬生生的救了整个排的战士，直接被元首亲自颁奖。后来随便投资了一下，就直接投中了苹果公司。《阿甘正传》是一部人生必看的高分励志电影，如果你也一样不甘于平凡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再来看看阿甘的传奇人生吧。小时候的阿甘腿不灵光，只能靠着一副铁架子帮他走路。他可不光腿上有问题，智商也仅仅只有75，就连上公立学校的最低水平都达不到。好在他老妈不知道使了个啥绝招，校长最后同意了。第一天坐校车去上学，司机问他怎么不上车啊？阿甘说妈妈不让他上陌生人的车子，可那怎么办呢？于是阿甘就想出了个奇招，俩人再次互相介绍一下，哎，这不就成熟人了吗？现在他可以上车了。不过车上的小孩子可都不是善茬，就是边上有空位子也不肯给阿甘坐，只有这个叫珍妮的女孩愿意让阿甘坐在自己边上，还经常陪他玩。但阿甘总是被同学欺负，没事就往他身上砸石头。珍妮让他赶紧跑，可阿甘脚下是笨重的脚蹬，坏家伙们骑的是车子，想想就知道肯定跑不掉啊。不过可能是珍妮在后面的鼓励，也可能是阿甘内心不服输的精神，那笨重的铁架子竟然慢慢散掉。阿甘第一次战胜了自己，现在他跑得比自行车还快了。但坏小子们长大后买了辆汽车继续来砸他，就不信他能比汽车跑得还快。不过结果再次出乎意料，阿甘莫名其妙地跑到了球场上，速度比运动员还快，一下子就被球探发现，保送到了大学职业队，之后还进入了全明星队，受到了元首的接见。不过阿甘只知道这地方美食很多，能够任你随便吃随便喝，于是我干哥一口气消灭掉了15瓶汽水。等到要接见他们的时候，他要憋不住了。当元首问他有什么感受的时候， I got it. Hey. 这句话把全国人民都逗得哈哈大笑。最后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征兵的军官找上了他。阿甘第一次坐部队的车也是一样，没人愿意让他坐在边上，唯独这个嘴唇有点往外嘟嘟的老哥请他坐下。这位成天把捕虾船挂在嘴边上的搞笑黑哥，将成为他一辈子最好的兄弟。What's your sole purpose in this army? To do whatever you tell me, drill sergeant. 你可别觉得阿甘是个弱智就看不起他，部队里还真就需要这种能够绝对服从命令的人。他不管做什么事都能专心完成，所以才被选上要去越南打仗。临走前，阿甘再一次去找了珍妮，不过这时的珍妮已经变成了风尘女子，还经常遭到客人欺负。阿甘看到便冲上去替她出头，他认为自己是救了对方，但珍妮显然不需要。或许珍妮也明白自己和阿甘根本不是一路人，所以随便拦下个过路的车辆就要远离阿甘。但听到阿甘说自己要去越南的时候，他又回来了，让阿甘答应他一件事，如果遇到麻烦了，你千万不要逞能，马上就跑，一定要跑得远远的。后来战争开始，阿甘也确实听了珍妮的话，一直跑，直到后来才发现自己的好兄弟还没出来呢，所以他扭头回去要找回好兄弟，却在途中发现了别的战友。阿甘二话不说，直接把他背到安全的地方，再接着回去找兄弟。可接连背回来的都不是，阿甘也绝不放弃，就算是自己的屁股中弹，他还是咬着牙背回了整个排的战友。就算明知道现在再回去那里会有空袭，阿甘还是要把自己的好兄弟找回来。可能这就是阿甘哥身上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坚持吧。只是后来找到的时候，小黑已经伤得很重了，即使阿甘冒死把好兄弟抱了回来，却依旧没能挽回他的生命。而阿甘也成为第一个屁股上中弹还能成为国家英雄的人。元首说屁股上的伤口一定很好看吧，没想到阿甘哥想了一会儿之后，竟然真的当着全国观众的面给他看了一会儿。后来演讲的时候，他再一次看见了珍妮，现在珍妮又换了个男朋友，可那家伙对他并不好。阿甘看见了，再一次选择为珍妮出头。他觉得那个家伙不应该打他，但珍妮还是选择跟那个家伙走了。好在阿甘的乒乓球技术也由原来的陪别人练，渐渐成为了国家队水准，甚至还替国家出席了比赛。不过2年后，阿甘要退役了，他看望妈妈之后就要去好兄弟家里，因为两人约定好一定要一起开捕虾船，挣的钱也要对半分。虽然兄弟不在了，但说过的话就要做到。黑哥老妈问他是不是个傻瓜，阿甘却说做傻事的人才是傻瓜。可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是傻瓜，谁又是聪明人呢？这可能就是傻人有傻福。阿甘天生弱智，只是答应战友退役后一起捕虾，就花光钱财真的买了一艘捕虾船，正好赶上了50年一遇的大风暴。现在就只剩下他这一艘船没事了，从此捕虾就变得很容易，他迅速就做成了全国第一的捕虾公司。后来手下还替他投资了苹果公司，告诉他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没钱花了。阿甘也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人生又少了一件烦恼。有钱之后，阿甘不仅捐出去了很多，还把死去战友的
的一份也寄给了他老妈。现在他老妈再也不用给别人煮虾了，而阿甘自己给家乡做起了义工，就是没事的时候依旧会想起珍妮。没想到珍妮还真就出现了，只是看起来很累，一直睡了好久。原来这些年他过得并不好，这些年他遇到了很多人渣，甚至还嗑了很多白面，过得非常不如意。但阿甘也没有丝毫嫌弃，陪着他坐在小时候经常坐的树上，就像小时候他陪着自己一样。阿甘再次向珍妮求婚，可珍妮还是拒绝了。或许他觉得自己没办法成为一名合格的妻子，也可能他觉得自己有些配不上阿甘，只是在晚上默默去找了阿甘一趟。第二天再次走掉了，又剩下了自己一个人的阿甘有些不知所措，可能是想起了小时候珍妮对自己说过次数最多的话。他就跑了起来，并且一路跑出了家乡绿荫县，又冲出了所在的州阿拉巴马，一直跑到了海的尽头。他决定再继续跑回去，又跑到了大陆另一边的大海，可他依旧觉得要继续跑下去。跑了3年之后，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Why are you running? Are you doing this for world peace? Are you doing this for the homeless? Are you running for women's rights? Or for the environment? Or for animals? 但我阿甘哥可能只是想要跑步。后来他有了很多的追随者，有人想要把他的脸印在自家 T 恤上，没想到正好有个卡车过来，溅了一身的泥。阿甘随手一擦，这家潮牌公司就做大做强了。不过在跑了3年2个月14天零16个小时之后，他突然停下来了。阿甘决定不跑了，他要回家。后来又收到了珍妮的信，于是就找了过来。没想到珍妮现在好像变好了，脸上变得干净了许多，想必肯定改掉了之前的坏毛病。只是没一会儿，一个女人抱进了个孩子。珍妮向孩子介绍，这位是阿甘先生。珍妮说孩子叫弗雷斯。阿甘哥说咋和他的一样啊？ I named him after his daddy. He got a daddy named Forrest too? 直到珍妮说你就是他爸爸，阿甘呆住了。高兴是高兴，可他怕孩子跟他一样傻。直到珍妮说他是班上最聪明的孩子，阿甘哥才彻底放下心。原来是珍妮得了绝症，才要把儿子交给阿甘照顾。最后时日不多的珍妮也终于答应嫁给了阿甘。很多人在看完之后总会觉得是阿甘的运气太好，可扪心自问，有几个人能做到像阿甘一样坚持不懈，能够认真的做好每一件小事呢？